洪武7年的金陵城，一辆囚车载着一位气度不凡的囚犯缓缓驶向城里某地。看惯了这种场面的南京百姓都清楚，这是去刑场的方向。但不同的是，今天的刑场格外肃穆，因为当朝天子朱元璋亲临刑场来监刑，这不多见。但那囚犯就绪，朱元璋的眼神逐渐凛冽了起来。他也惜才，也曾经赏识过那囚犯，但不为我所用者，朱元璋宁愿其消失。刀光过后，大明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能改变时代的天才。高启，字季迪，在少年时便闻名遐迩。他与赫赫有名的朱元璋首席谋士刘伯温、太子朱标的老师宋濂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，尤其在诗词方面的天赋极受推崇。亲人更是对高启赞赏有加，将其推上神坛。例如纪晓岚曾在《四库总目提要》夸奖高启是天才高逸，实具明一代诗人之上。赵翼更在自己的欧北诗话里面对高启不吝笔墨。赵翼的诗品极高，一般人入不了他的欧北诗话。而在他的论下，高启是个足以和李白、杜甫、陆游等人并列的才子。若将高启的诗混入李白的作品中，就算是熟读李白的人也不能立马辨认出这不是李白的作品，因为高启不仅形似李白，更是个李白一样的人物。少年的高启意气风发，希望有朝一日打马过长安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也存于这位少年的心胸。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理想，高启对史学也极为青睐。喜欢历史的人格局都比较大。高启少年时，元朝还苟延残喘地活着，元末统治腐败，加之种种天灾人祸，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军率先起义，随后徐寿辉、张士诚、陈友谅、朱元璋等一干豪杰相继蜂拥而起。而苏州在元末则被张士诚占据了10来年。为了在这元末修罗场中胜出，张士诚也打出礼贤下士的旗号。在张士诚的殷勤笼络下，海内豪杰都会觊觎吴中。在吴中享有盛名的高启自然也在张士诚的招揽之列，但是高启对效忠张士诚一心阑珊，始终拒绝使张之路。在10几年的时间里，除了短暂的出游吴中之外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苏州闭门读书，于乱世之中依然熟读经史而不辍。后人揣测，高启不归附张士诚的原因有2：一是因为高启对所谓的正统王朝自有一番标准，他认为张士诚所建立的吴政权只不过是一个地方割据势力，并不是他心目中想要报效的王朝。而凭借着自己多年学习历史的经验，高启也认为张士诚不会长久，因此选择了杜门不出。第2个原因则是读书人普遍向往成为隐士。高启的性格实质上是志士与隐士的结合体。从他后半生的经历来看，他确实也始终徘徊于进取与隐退之间。高启对于何时该进何时该隐有着自己的见解，总的来说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，那便是无道则隐，有道则出。在高启看来，张士诚的政权绝对称不上有道。继张士诚之后，朱元璋建立的大明一度让他燃起天下有道的希望。1368年，朱元璋在南京称帝，国号大明。次年，朱元璋征召天下贤能修缮元史，高启亦在被征召之列。这次他并没有杜门必友，而是欣然起行前往金陵。高启来到金陵，看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，他忍不住登上金陵雨花台，俯瞰滚滚长江水。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一首气势磅礴的《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》，其中最末2句是：我生幸逢圣人启南国，祸乱出平氏休息，从今四海永为家，不用长江线南北。诗中表达了高启对于战争息止的喜悦之情。与对张士诚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高启在诗中称朱元璋为圣人，可见当时高启对朱元璋的期许与敬仰。正是因为高启心中对于未来的期望，他身上的满腔热血使得他暂时放下了对隐逸生活的向往，投入到修史的事业中。高启奉命来到金陵后，朱元璋授其翰林院国史编修官，并且命其教导诸王。洪武3年，朱元璋又召见高启，并且以户部侍郎的官职授之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高启竟以年幼不堪重任的借口辞绝了朱元璋。朱元璋无奈，只好赐金放海。从洪武2年高启写诗称赞朱元璋是圣人，到洪武3年的这次召见，1年时间，高启的态度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后人多认为，在这1年里面，
高启敏锐的神经让他感受到洪武朝紧张的政治氛围，而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，朱元璋似乎是为了报复苏松地区的百姓士子，对该地区大加鞭挞，高启的诸多好友也惨遭横祸，这让高启对朱元璋彻底失去了信心。洪武3年，高启又回到苏州当起了隐士。他原本以为可以远离危险的漩涡，但实际上他已渐渐靠近漩涡的中心。明史中所说高启被诛主要是因为2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是高启写过一首讽刺诗，朱元璋看到之后怀恨在心；第2件则是因为苏州知府魏官的案件。但是高启究竟写了何诗，遭到了朱元璋的记恨，历来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，论者大多认为不可信。真正让朱元璋记恨上高启的，应该是高启辞官归乡的举动。在大明，洪武一朝的文人命运最为悲惨，不仅朝野之中气氛紧张压抑，就连再也不应征辟的文人也难逃朱元璋的摧残。例如是夏伯启叔侄不肯出来做官，苏州人才姚润、王模受朝廷征召却不赴任，最后都被朱元璋抄家灭族。为了惩罚这些不服从征召的文人，朱元璋还特意在自己颁发的大诰里面设有环中士大夫不为军用，则诛其身而没其家的规定。高启的行为正好触犯了朱元璋的逆鳞。高启的另一个死因更为荒唐，仅仅因为他是苏州人。张士诚统治吴地期间，深受吴地百姓士子爱戴。朱元璋不仅在战争期间遭到了吴地百姓的激烈抵抗，统一之后，吴地许多士子也摆出一副拒不与民合作的姿态。因此朱元璋对苏松地区的士子百姓始终都怀有怨念，十分戒备，不仅将苏松地区大约20余万官吏百姓移至金陵，还对苏松地区苛以重税，派重兵把守。高启辞官不就的行为，或许让朱元璋察觉到自己的权威在苏松地区遭到了进一步挑战。种种不满的积累，终于因为魏官案而彻底爆发。魏官原是苏州知府，与辞官归隐苏州的高启交往甚欢。洪武7年，魏官新建苏州府治，为了疏解民力，苏州府邸即是张士诚在苏州的旧宫，只是稍作翻新而已。府邸上梁之日，高启特地写了一篇上梁文表示祝贺，没想到此事却被小人利用，向朱元璋污蔑魏官有自立之心。一个没有一兵一卒的知府，有什么胆子干那谋反的勾当？但朱元璋的疑心病太重了，以至于连这等荒诞不经的事也要慎重对待。高启这篇上梁文呈到了朱元璋的案几上。上梁文未曾传世，但有论史者提及，文中用到了虎踞龙盘这个极富天子气象的词，挑动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经。原本就对高启以及背后的苏松地区抱有怨念的朱元璋，在看到这篇上梁文后勃然大怒，下令将高启腰斩。而高启赴死之日，依然在囚车上轻吟诗赋。到了行刑时，仍然面不改色。高启被腰斩之后，并没有立即死去，他伏在地上，用半截身子的力量，用双手沾着自己的鲜血，在地上写了3个鲜红而又刺眼的惨字。第一个字写自己，第2个字写世间，第3个字可能是嘲讽杀人如麻却依旧得不到片刻息安的朱元璋。高启的死并非孤立，而是朱元璋刻意打压江南士大夫的表现之一。与高启合称为吴中4杰的杨基、张宇、徐奔等人虽然先后应召，但是杨基多次获罪，最后竟死于宫所。张宇因获罪被贬岭南，自知必死无疑，遂投江自尽。徐奔因为犒劳大军不及时，也被下狱处死。朱元璋对江南士大夫的苛刻，在后世甚至有着文祸之称。谈及历朝诗文，我们总能想起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。清代则有一部蔚为大观的《红楼梦》作为古典小说的最高峰，提起明朝却总不能想起什么，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。高启虽没，但其诗一直在后世流传，众人积极赞赏其诗才的同时，还带有几分惋惜。赵翼在《欧北诗话》中就说，可惜高启死时只有39岁，若能再给他一点时间，未必不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。而有名一代诗人，没有一个能比得过他的才华。